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乌克兰军队使用机炮攻击俄军战壕的视频。虽然在乌克兰东部，俄军双方的拉锯每天都在发生，不过这个视频所展现的内容却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是比较罕见的。乌军使用可编程弹药攻击俄军的现场视频，而对于可编程弹药这个名词，许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那么，什么是可编程弹药？与传统弹药相比，可编程弹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发展这种弹药？今天我们就一边分析这段视频，一边来聊聊可编程弹药的前世今生。在研究可编程弹药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可编程和制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可编程弹药，其实指的是可编程的炮弹引信，也就是控制炮弹爆炸的时机。它的最终目的是用微电子的手段，最大化的提升流线弹的杀伤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软杀伤能力。可编程弹药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 VT 引信上去。所谓的 VT 引信是一种运用了早期电子管技术的近炸引信，通过检测反射电磁波来决定周围是否有敌军飞机，适时引爆高爆炸药，给来袭的飞机以致命一击。当时的美军和英军运用包含 VT 引信的高射炮炮弹，大幅提升了防空效率，对德国和日本的飞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引入 VT 引信后，英美两国的防空精准度有了惊人的提升。英国本土对德国 V1 飞行炸弹的拦截率从 17% 上升到惊人的 74%。而在太平洋上，美国海军发射 VT 引信炮弹的防空炮，作战效率是没有 VT 炮弹的7倍以上。美国海军少将刘易斯·施特劳斯评论道，二战中最有效的军事发明之一就是 VT 近炸引信。好了，现在相比大家对可编程弹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段乌克兰军队使用可编程炮弹轰击俄军战壕的视频。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辆乌军的步战车，但准确的来说，这辆步战车其实不是乌克兰的武器，而是原产于波兰的狼獾步兵战车。2023年4月份的时候，波兰政府宣布援助乌克兰200辆狼獾，在2024年6月份之前就已经全部交付完成。根据乌克兰前线士兵的反馈，这辆狼獾步战车具有十分出色的机动性和防护性，尤其是在对抗俄罗斯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方面，更是效果卓越。入伍的狼獾之中，有记录的机会数量为7台，比起200的总数来说，可以认为是比较少的。在哈尔科夫方面的战斗中，乌克兰的狼獾多次防住了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攻击，在现如今的战场环境下，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了。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中的这辆狼獾步战车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开火。这辆狼獾步战车的主武器应当是30毫米的 MK44 大毒蛇机炮，因此我们只要稍加检索就可以知道，它发射的应当是北约制式的30×173毫米炮弹。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几个连续的亮红色光点连成一串向俄军战壕飞去，但从方向上来看，这些炮弹的目标并不是地面上的战壕，而是战壕上方的空域。随后的画面中就出现了炮弹在战壕上方炸裂开来的景象。难道说乌军的炮手打偏了吗？并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欧洲防务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近年来30毫米机炮的发展。根据欧洲专家的说法，近些年来各国的30毫米口径武器系统都在深耕空爆弹药，尤其是可编程的空爆弹药，更是开发和研究的热点。而30毫米大毒蛇机炮上发射的显然是 MK310 可编程空爆夜光弹，其中的 P 代表可编程， AB 则代表空炸， T 表示夜光。从视频中我们也看到炮弹的尾部拖着一条淡淡的红色尾迹，很显然这就是炮弹的夜光药剂在发挥作用。我们在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一份档案中找到了这份炮弹的资料。这种炮弹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轨道科学公司研发，他们也是最早一批提出可编程引信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后来并入了诺斯洛普格鲁曼，因此我们现在是在格鲁曼的资料中看到这种炮弹的。MK310 的总长度为290毫米，其中的173毫米是铝制的弹壳长度，剩下的才是包含引信和装药的弹头。整枚炮弹的重量并不重，只有730克，其中弹头有438克。考虑到弹头引信和外壳的重量，这个 MK310 的装药量不会很高，和普通的手榴弹差不多。不过根据网上的一些测试视频来看， MK310 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是考虑到了破片杀伤效果的。
资料中还写到 ，MK310 包含空爆、点爆和延时点爆3种模式，可以由炮手临时切换。在弹药引信的设计中，空爆、点爆和延时点爆是3种比较常见的引爆方式。根据引信的触发条件和爆炸时机的不同，可以用于满足不同的战术需求。首先是最常见的、最传统的空爆，也是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形式。这种引爆方式是在接触到目标之前，根据预设的某些条件进行引爆。例如，时间引信根据炮弹出膛后经过的时间，近炸引信根据探测与目标的距离等。这种引爆模式一般是用来攻击暴露在开阔区域的人员、轻型目标或者软目标等。而且，因为空爆引信能够让炮弹在目标上空爆炸，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有着更大的覆盖范围，也有着一定的攻顶的效果，因此覆盖范围大，毁伤效率也更高。实际上，早在1944年底的突出部战役上，美军就曾在前线使用 VT 引信加重型榴弹炮的组合，使得炮弹就像长了眼一样，在德军的脑袋顶上炸开，把开阔地上的德军打得苦不堪言。前面我们说到，除了空爆以外， MK310 还有点爆、延时点爆2种引爆方式，可以由步战车的炮手临时切换。虽然这个视频里并没有出现，但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所谓的点爆引信也叫碰炸引信，通俗点来说，就是炮弹在接触到目标的瞬间爆炸。这种引信其实是最简单的那种，传统的榴弹炮发射的高爆炸所用的引信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它的特点是能够对目标的表面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一般被用来破拆建筑物或者攻击无装甲的车辆等等。但经常开坦克的朋友也许就有意见了，这种碰炸引信的炮弹是很好，大口径的高爆炮弹即使无法穿透装甲车辆的装甲，也能够依靠炮弹足够巨大的装药量产生冲击波和过压，起到杀伤装甲单位成员的效果。通俗点来说，就是把人震晕甚至震死。但这种超压效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就是装药量要足够大，如果装药量不大，而对方又有一定的轻装甲保护，攻击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么问题来了，大毒蛇机炮不过30毫米的口径，从数据上来看，装药量也不大，最多也不会超过300克。它是怎么实现对轻装甲单位的打击的呢？这就要轮到 MK310 的第3种引信模式登场了。MK310 的延时点爆就是在接触到目标后，经过几个毫秒的短延迟之后再进行引爆。可不要小看了这几个毫秒， MK310 的炮弹初速可是910米每秒，只要延迟4-5个毫秒引爆，就会在穿透目标外层装甲后再飞行好几米。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引信的用途就是在穿透目标表面后，在目标的内部引爆，从而对掩体或者装甲车内部的敌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工作原理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一战时期的老古董——榴线弹。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榴弹和霰弹的结合体。这种炮弹结构并不复杂，类似于一个大号的包裹预制破片或者钢珠的手雷，用来在目标区域内产生大范围的杀伤效果。英军还曾经在索姆河战役中用榴线弹产生的破片来切割铁丝网。不过由于后来高爆炸药技术的提高，榴线弹的功能逐渐的被改进了的高爆弹取代了。说回到 MK310 这枚炮弹上，实际上从 MK310 的结构上，我们也能看出这枚炮弹的确是考虑到了反轻装甲目标的需要的。在炮弹弹头的最顶部，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炮弹的最顶部设计了一个大角度的平肩，很显然这是一个背帽，由比较坚固的硬金属制成，用来加强对装甲的穿透能力。接下来的视频画面也印证了这一点。操作 MK44 大毒蛇机炮的乌军炮手可能手一抖，把炮口向下压了一点，导致炮弹落到了地上。但紧接着一个奇特的现象发生了，这几枚 MK310 炮弹竟然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反弹到了天上去，并在较高的位置爆炸开来。很显然，如果炮弹的脑袋不够硬，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好吧，乌军的这个视频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可编程炮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面我们讲到，可编程炮弹本质上是炮弹安装了可编程的引信。除了 VT 引信这种近炸引信之外，时间引信和延时引信等都是需要预先设置的，尤其是时间引信。在二战时期，时间引信的一大用途是用在大口径的防空炮弹上，用来攻击天上的轰炸机的。但是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其实都是不固定的，对于地面上的防空炮来说，炮弹爆炸的高度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具有相同弹道特性的炮弹来说，引爆的高度只和出膛后经过的时间有关。因此，地面的防空部队就要根据敌军飞机飞来的高度和方位，调整时间引信上面的时间刻度，让炮弹在合适的高度爆炸，从而达到拦截敌军飞机的目的。在二战中，大部分的大口径防空炮都是这样的工作模式。然而，
这种工作方式的问题也很明显，防空炮组一个一个用手拧时间引信，实在是有点太慢了，严重的拖慢了防空炮的射速。再者说了，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防空炮组调整时间引信的频率也随之快速上升，进一步降低了命中率和射速。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案能够让炮弹在出膛的一瞬间就根据目标和自身的方位、速度等信息设置好爆炸的时间呢？答案自然就是可编程引信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可编程引信无异于天方夜谭，至少要等到上世纪70、8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逐渐走向成熟，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炮弹的量产。从莱茵金属的网站上，我们找到了另一份资料，标题为30毫米空爆弹药编程套件。顾名思义，就是给 MK44 大毒蛇机炮的30毫米弹药编程用的。根据这份资料透露的信息，这个套件是专门为 MK44 开发的，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取代了 MK44 上原有的枪口制退器。也就是说，只要拆下原来的 MK44 炮口制退器，再换上莱茵金属的这个套件，就可以让 MK44 具有发射可编程弹药了。而它的具体工作模式也很简单，在炮口制推器上有一组线圈，其中的一个线圈用于测量炮弹的出膛速度。根据最简单的物理学常识，距离等于位移除以时间，只要知道了炮弹出膛的速度，加上步战车上测距仪输入的距离数据，再结合炮弹的弹道参数对风偏和阻力进行修正，就可以计算出需要几秒钟才能让炮弹出现在目标场口。接下来另一组线圈就会将这个计算结果通过电磁感应或者进场通信的方式输入到炮弹内部的时间引信当中。虽然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几十个微秒内发生的。测速、计算、输入引信时间等动作必须一气呵成，才能保证每一发炮弹都精准地命中目标，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现在的微电子技术，是绝对造不出这种可编程炮弹的。因此，虽然 VT 引信在1940年就出现了原型，但可编程的弹药，例如所谓的先进命中效率和毁伤弹药，直到1993年才出现雏形。不过好消息是，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这种可编程弹炮的巨大潜力。实际上，虽然可编程炮弹最早都是用在高射炮上，例如莱茵金属的厄利孔千禧年机炮、天空游侠30等，但是很快各国军方就发现，可编程弹药也可以作为一种多功能弹药来用。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 MK310 的3种工作模式。在以前来说，要最好的完成反载具、反人员、反建筑，需要装填3种炮弹。但 MK310 这种可编程弹药的出现，让炮手可以通过调节发射参数，让炮弹同时具备穿甲高爆弹、高爆弹和流线弹的特性。虽然目前看上去这种3合1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但美军其实已经在实践了。2013年，美国陆军采购了 M1147 先进多用途弹药，同样由轨道科学公司开发。美国陆军的想法是用这种炮弹取代现有的 M830 破甲弹、M830A1 多用途破甲弹、M1028 反步兵线弹以及 M908 破障弹4种弹药。这种4效合一的弹药显然能够极大简化后勤，也能够让坦克车组在战斗过程中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了。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可编程炮弹显然是未来坦克、步战车甚至是直升机的主力弹种。至于说成本方面，炮弹里可编程的芯片本身并不值钱，技术含量都在发射时的即时编程装置上。如果能够像莱茵金属那样，通过改造现有的枪口位置完成对可编程炮弹的适配，其成本并不算很高。因此，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很有可能大量的看到这些可编程弹药。